荡，到处都充满羡慕的目光。可当你在外面受了伤，是谁为你点亮关怀的灯光，为你疗伤？你说你成熟大方，天下无双，轻易放心上，和朋友便不四面八方。可当你经受挫折失望，是谁让你找回信心和力量？一水撑不了海洋，一人力量大。只要家人在身旁，相信再大的困难也变成火光。无论大事小事，大家一起扛，它一定让你远离感伤。无论伤心开心，大家一起唱。可只有这样，就会有天堂。无论幸福祝福，大家一起想。希望，无论艰难困难，大家一起担，勇敢去闯，家是快乐的负担。哎，学子，哎，Simon，今天成绩怎么样？破了纪录，不到半天就卖了10套。这些日子我知道你非常尽责，也很努力，成绩方面你也是最好的。那这是你这个月的佣金。好，谢谢你。哎，你不数一数？不用啦，那么信任我啊？你也相信我啊。老实说，我很欣赏你，想不想跟我到中国发展？中国？我父亲派我到中国帮忙打理家族生意。那这些正锅怎么办啊？无法兼顾，只好放弃了。放弃？这些正锅越卖越好，放弃不是很可惜吗？没办法的，相比起来，这些正锅生意算是小儿科了。怎么样？有没有兴趣去中国闯一闯啊？Simon，我的孩子还小。好了，我了解，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合作了。我先走了。哎，Simon，什么事啊？你能不能够把这些蒸锅的代理权转让给我啊？你有兴趣？那很好啊。不过需要多少资金呢？你先得准备一笔3万块钱的保证金。3万。需要我帮忙吗？哦，小姐，请问这条项链多少钱呢？这条是吗？对。原价是2000元，打了8折后就是1600了。好。如果再花这笔钱，想筹足3万，那就更难了。那师傅讲哦，有了佛牌，什么都不用怕的了。可是为什么好像一直有东西跟着来啊？不要跟来！大哥，原来是你呀！大哥，你没事吧？我看你的脸色好像不是很好。被追魂了，当然不好了。啊？你又被大龙追债啊？比大龙更可怕。难道是杀手？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爸爸妈。学子，你来啦！今天没有上班吗？哦，刚下班。妈，这包牛肉你放在雪柜里面。买给文文吃啊？买给所有的人吃，反正文文也吃不了那么多。下次买给文文吃就好了。我们差不多不吃牛肉，省一点钱。威廉啊，把牛肉放冰箱。哦。待会儿倒杯咖啡给学子。哦。走，我们出去。哦，好。坐下。
要不要吃一点东西啊？哦，不用了妈，我是来看文文的。文文上学了，嘉喜应该去接他。哦，对了妈，刚才我在超级市场遇见了嘉喜和雅喜。啊，嘉喜去看你啦？啊，不，我们是刚好碰见了。我的电话。你坐一下，我去接电话啊。妈，你去忙你的，你不用招呼我了。谢谢。威廉，有事吗？佳琪不是跟你离婚了吗？你还来这里干什么？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是，你不应该缠着佳琪。你要是男人的话，就应该大方一点，该放手的时候就放手。威廉，这不关你的事。我知道不关我的事，可是我看不惯吗？佳琪跟我怎么说也算是老朋友了。她在没有嫁给你之前，我们就认识了。像她那么好的女孩子，又善良又漂亮，自从嫁给你之后，也没几天好日子过，而且变得越来越憔悴。我觉得你不是男人。爹地来了，我跟他开个玩笑。佳琪好不容易下定决心要离开你，要跟你离婚，你就应该放他一条生路，不应该缠着他，让他好好的过日子。你们既然已经离婚了，也是代表说你们没有丝毫的关系。你要是男人的话，你要是男子汉的话，你就应该自己去闯一条生路，不应该缠着佳琪啊！你知道他为了你，他有多辛苦吗？他替你还债，他一个人打几份工，很辛苦的，而且日作夜做。哦，你好了！不可以这样。他是个坏东西。威廉叔叔，他教训得很好，他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属实。爹地的确是对不起妈咪。威廉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当我是好朋友，你才会告诉我这些肺腑之言，我很感激你。就是嘛，就是所谓的什么，爱之什么什么的，责之什么什么的嘛。爱之深，责之切。对，你真聪明。谁要你爱我 daddy？恶心啊！是了，找1毛钱也要找那么久，根本就是不要找我钱嘛。嘉喜啊，学子特地来看你了。文文啊，谈几句好上楼啊，明天有考试啊。妈咪，daddy 来了。我不是没有眼睛看。可是 daddy 来找你的。来啦 ！Excuse me。啊？你秀气一点好不好 ？Please 啦。哦。喂。哎呀，你不要拉扯了。坐。律师说啊，法庭应该是下个礼拜下判。哦。你放心，我不要你的赡养费。不过呢，法庭要怎么判啊，我就没有办法控制了。赡养费我是应该给的，我会尽我所能负起这个责任。就凭你们那几个蒸锅，你能负责什么？不如把钱存下来，慢慢养老。嘉喜，你放心吧，我会很努力的，该负的责任，我一定会负。那好吧，我很累，我上楼去了。嘉喜啊，明天是你的生日，这个小小礼物送给你。不用啦，都7老80过什么生日啊？你干嘛花这些钱啊？生日还是要过的，我祝你生日快乐。啊，谢了。文文啊，记得跟妈妈庆祝生日啊。你也起来呀。文文。以后还会有很多机会的。爹地走了。妈走了，爸爸，大哥我走了，拜拜。妈咪，打开礼物，看看 daddy 送给你什么。你干嘛那么八卦？开了。那我看这个。哇，很美耶！哇，这个要不少钱哦。神经病，都没钱来花这种钱。这可见他的心意嘛。
我知道他的目的，他休想我回心转意。喂，上。嘉喜是不会回心转意的，嘉喜是不会回心转意的，嘉喜是不会回心转意的，嘉喜是不会回心转意的。你在做什么啊？切菜啊。切什么菜？哦，我在练习切菜，我去扫地了。大哥，没有开火啊。没有咩？你今天是干什么？是不是读马书啦？没有啦。没有，看你这个死样子，就是输光光了哈。都说没有咯。我老高的车哦，怎么会撞到河里面去的？不要跟我讲哦，你是真的自杀嘞！我扁老高，就算他跑掉了，可以找回一个吗？不要为了女人搞到这样，真的很怕人的嘞。请问开门营业了吗？我奔了，我奔了。先生啊，要点菜的请到这里啊。好啊，这里真的是改变了很多啊。哦，先生，你这么说，你很久没有来啦？是啊，应该有20年了吧。我一直以来都在国外生活，不过对你们快乐鱼的炸鱼还非常的回味。谢谢。以前这里是我家翁主持的，他现在人老了，已经退休了。那你是？她是我们老板娘。你就是罗太太。哦，你认识我啊？听过，不过没有见过面。我们老板娘名字响当当，你听过她的名字那也不出奇的嘛啊！不要帮我打广告啦。姐夫，姐夫，你不认得我啦？姐夫，你还好吧？你是？我是刘海生。啊？刘爱莲是我姐姐啊。姐夫，你不记得了？大概20年前，我临去香港，你还请我吃饭，还特别叫了一只大龙虾请我吃，还说等我闯出一番事业，回来一定要请你吃回一餐。年纪大了，很多东西都记不得了。姐夫，你叫什么？不要在这里攀什么亲戚啊！我们这里没有姓刘的亲戚。对不起啊，我叫习惯了，一时也改不了口。罗太太，你不要生气。其实我在香港也有听说过我姐姐的事情，不过我对其中的内情不太了解，我姐姐没有跟我详说。但是我想，事情都过了这么多年了，往日的恩怨还提来干什么呢？已经是时过境迁了。那你还来干什么？今天我来有2个目的，第一呢，就是要看看我姐夫。啊，不，是罗大哥。
以前罗大哥对我很好，我去香港的费用，一切都是由他负责。他也汇了好几次的款项，让我在那边搞生意。所谓知恩不忘报，罗大哥对我的恩情，我很感激，也不敢忘记。我今天回来，就是想要投桃报李。什么桃？什么李？我还榴莲红毛丹呢，有屁快放，我们还要做生意的。好，对不起，我会尽快说的。罗大哥，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有空，我请你吃顿饭，然后把你借给我的钱，连本带利还给你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听到没有？吃饭就不用，钱现在可以还。对不起，我没带那么多现金。没钱谈什么啊？说这么多干嘛？小龙，你有心啦。我现在很少出门，不用客气啊，不用客气。这样子啊，好，那我安排一天，把钱送过来。是就赶快啊！一定，一定。那没事了是吗？可以走了喽。还有一件事。喂，你怎么那么多事啊？罗大哥，你有没有我姐姐的消息啊？我和她失去联络一阵子了。这次我回来，找了很多地方，也找了一些朋友，他们都说没有她的消息。我也不太清楚。是吗？奇怪，我姐姐到底跑哪去了？怎么一点音讯也没有？你说的嘞，要找人找私家侦探吗？来这里做么？喂，走开！做么？我要抹桌子。罗大哥，我听说我姐姐那2个孩子跟你住在一起，好不好让我见见他们？好，威廉，扫你的地！不怎么方便。那没关系。哇，真香啊！罗大哥，我还记得我出国前，你还特地带我来这个地方吃你们家祖传的炸鱼，到现在还回味无穷呢。那个味道，经过那么多年，还是记忆犹新，跟我现在嗅到的一样，真是让我食指大动。好不好？来一份炸鱼套餐。可以，你等一等哈。东西还没有准备好。喂，老板娘说东西还没有准备好，你听到了没有？这个马屁精。没关系，我可以等的。哎，我就坐在这里等。小姐，给我一份炸鱼套餐。好啊，还没有开始营业哈。刚才这位先生说已经开始营业啦。哎呀，我们的是老板娘，她说什么时候营业就什么时候营业咯。原来你就是罗大哥的儿子啊！哎，你好。有什么好？我看到你就不好了咯。怎么，你特地来捣乱的咩？哎，不，你不要误会啊，绝对没有啊。那啰啰嗦嗦什么？哎呀，你走啦，这里你不受欢迎了。走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先走了。罗大哥。这是我的名片，如果你有我姐姐的消息，麻烦你通知我一声。我不打扰了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哎，你，我什么？我去做工啊。你瞪着我做什么？谁瞪你了？你以为我是瞎子啊？你要出去见舅舅，出去追了，我不会阻止你的。我还认什么？我连亲生妈妈都不能认了，我还认什么舅舅啊？哎呀，佳琪，你别说了。你去跟他说清楚，他要认谁就去认个够，连你在内，要去认你什么舅舅啦，你什么妈啦，什么老婆啦，什么亲娘啦，啊！最好你们一家团圆的，在外面好过在这里受我的气呀！扫你的地啦！咦，嘉倩不是见过她的亲生妈妈了吗？威廉，你听我说，
你昨晚在这里看到的是人，不是鬼。威廉，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啊，你一定要帮我保守秘密啊。你不准跟任何人说，包括我大妈。你说。你昨晚啊，在这里看到的不是鬼，是人啊。而且那个人是我亲生妈妈。佳倩，上次你不是说已经找到你亲生母亲了吗？是我故意编出来骗你的。为什么呢？哼，你这个马屁精！我上回是白做好的，我就在吓他。为什么你想知道吗？因为啊，我同情你啊，我看你吓得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的，所以我故意这么说的。那么说，我真的见鬼了？是啊，你是真的见鬼了。家龙去拿打包袋。哦。我以为我见鬼了，你不要讲那2个字可以吗？你是说不要讲见鬼这2个字？你还讲吗？干嘛紧张兮兮的？打包袋呢？收了。我不是叫你去拿了？你不是叫我看吗？还有很多了，还有很多了。那就去拿。威廉，我忙。佳倩，叫你拿个东西推三推四的，去。58。天灵灵，地灵灵，妖魔鬼怪都不灵啊！不要找我啊！不要找我嘞！鬼呀！哎呦！你搞什么鬼？真的有鬼！结果我就这样被他们赶了出来。你说我有多狼狈？哎呦，怎么可以这样呢？再怎么说你也是客人嘛，明明都已经开店了，就是不肯做你的生意呀。哎呀，太过分了，连我这个自己人都看不过眼啦。老实说啊，我姐姐跟他们的恩怨呢，我真的知道不多啊。本来我只是想去探访一下我姐夫，顺便问问有没有我姐姐的消息，想不到碰了一杯子灰。哎呦，我那个大嫂啊，真的是小心眼啦！是她跟你姐姐有深仇大恨吗？关你什么事啊？怎么可以把你这样赶出来？真的是很不应该咯。根叔啊，那个男的2天前就来过了嘞，姑姑跟他好像很好谈哦。你去做你的事了。都没有东西做。你看那个男的样子，哇，斯斯文文，长得蛮不错的嘞，还有一点魅力。
真的很像那个 Richard Gere。啊？你懂谁是 Richard Gere 吗？就是理查基尔。肯达基我就知道，这只什么理查基我就不知道。反正啊，那个 Richard Gere 啊，在好莱坞啊是最有魅力的男明星。他拍那部《Pretty Woman》啊，不知道迷死多少女人呢。那关我什么事？那 Richard Gere 是80年代的红星，我很肯定啊，姑姑一定迷过他的。啊，你看那个男的，真的有 Richard Gere 那种魅力嘞，讲话斯斯文文、小小声、柔柔的，难怪你会不放心。我不放心什么？如果你放心的话，干嘛一直坐在这边盯住他？我才不把他放在眼里呢。我不放心的是我的老婆。你是怕姑姑把持不住啊？什么把持不住了？我是担心我的老婆又乱说话，得罪我的大嫂。哎，你过去帮我叫她过来。老实说，那个时候我们同情姐姐的。其实以前的男人身边多几个女人没什么大不了啊。我那个大嫂就是看不开，一直到我大哥跟姐姐在一起，就闹得要死要活。后来自己跑掉就算了，还联合起我老爸来处处为难姐姐啊！哎呦，连我这个做小姑的都看不过眼了。姑姑，后来啊，我嫁了。就理不了那么多喽。那个时候你姐姐被赶走的时候，我不知道有多难过，可是我就是爱莫能助啊。嘟嘟啊，谢谢你那么关心我姐姐。姑姑，其实啊，我跟你姐姐蛮好谈的，只要她在，我能够帮得到的，我都会帮她的。谢谢你，嘟嘟。就好像好几年前哦，她偷偷回来说要见她2个孩子，我就带了家倩来给她看，还好没让我大嫂发现，要不然就惨喽。嘟嘟，什么事啊？哦，电话。对不起，我听个电话啊。你请便。姑姑啊，你几次叫嘟嘟的啊？嘟嘟是你叫的没？哪有电话啊？不是啦，是根叔要找你。什么事啊？你进来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到底什么事？你什么时候叫嘟嘟的？哦，这你也要管啊？你不要再去外人的面前批评大嫂了。要是传过去给大嫂知道，她不跳起来才怪。她过分，我讲她几句不行吗？你不了解人家，随随便便在人家的面前讲自己人，传出去好听吗？其实啊，她不能算是外人啊。她姐姐跟我大哥呢有一腿，嘉庆跟家福还要叫她一声舅舅，她哪是外人呢？而且最重要的是，她口袋里有钱。就算她跟我们非亲非故啊，我都要想办法攀一点亲。更何况她是一条大水鱼啊！什么是大水鱼？大水鱼的意思就是有很多水，有很多水就是说有很多钱嘛。这你也不懂？哎呦，老婆，她有没有钱关你什么事啊？当然关我们的事了。难道你想永远就这么开一间小店，吃不饱饿不死吗？我觉得我们这个样子没有什么不对啊。好，那今年的杰敏一毕业呢，我们就可以开始计划退休啦。我才40几，你跟我说退休，你脑筋是不是有问题呀？在新加坡这种地方啊，你不做到老做到死，谁给饭你吃啊？哎呀，这些年来呢，我们有缴公积金吗？我算过了，我们大概有20多万。可以好好的计划一下了哈。是啊，我现在就是在计划咯。我现在要搞franchise，要做大生意，要当企业家。你来跟我说退休，你真的神经病，没志气呀！唉，美丽，面包烤好了没有啊？海参啊，试试看我们的烤乳滴。谢谢你，嘟嘟。根叔啊，你有没有听到？他又嘟嘟了。你的咖啡真好喝啊，嘟嘟。又嘟了。那要不要来多一杯啊？不用了，谢谢你，嘟嘟。又嘟了。嘟你的死人头了，嘟。根叔啊，你不想听到嘟嘟话，也不用懂我吗？真的没眼看。来，是啊，别客气。好。怎么啦？这面包是不是不合你胃口啊？不是，只不过我来了几天，
都没有我姐姐的消息，我是有点担心。其实你也不用怎么担心的。哎，你姐姐会不会在国外啊？对呀，她曾经跟我说过，她要到泰国去发展。哎，对呀，啊，可能她就在那个地方哦。哎呀，慢慢找啦。那有空的话，我就过去跟我大哥探听一下，可能他们私底下有偷偷的联络也说不定啊。那就拜托你了。这是我的名片，如果你有他们的消息，麻烦你马上通知我。好好好。哇，你做好多生意呀！饮食业机构总裁，新大洋集团董事会长，海威电影公司总裁，你也投资电影啊？曾经投资过几部电影。那你拍哪一部电影啊？无间道。无间道啊！哎呦，你投资无间道啊！刘德华、梁朝伟都是我的偶像啊！哇，这部电影那么卖座，那你一定赚很多钱哦。不，我的不是无间道，是无间道，刀剑的剑啊，在新加坡没有上的，不过在大陆啊卖得很好。哎呀，去做事啦！哦，我听说如果电影很好卖，可以赚很多钱的哦。几千万那是有的。几千万呐！我说的是人民币啊！哎呀，就算是人民币也不得了啦。跟好莱坞的电影比起来啊，真是小巫见大巫啊。那怎么一样呢？哎，中国市场那么大，如果能够在中国卖得很好的话，那就发大财喽。哎，那倒是啊。现在的香港不比从前啦。现在中国啊，商机处处，所以我主要的业务都在中国，只不过在管理这方面呢，少了一些心腹，很多时候给人家吃了钱啊，都无可奈何的。对呀，对呀，做生意最怕就是找不到一个可以信任的人来帮你看着。所以我这一次啊，就想找我姐姐过去帮我的忙。哦。不可惜哦，你的主要业务呢是在香港了，中国。如果在新加坡，我还可以顺便帮你看一看。哎，我曾经也向你提过啊，我要在新加坡找一些商机，只不过呢，我离开这里太久了，跟这边脱了节。也许在这方面你可以帮得上我的忙啊。哎，对呀对呀，在新加坡我是最熟了，什么可以做，什么不可以做，我都一清二楚。如果你真的愿意的话，那我就找你好了。好啊，好啊！哎，来来，吃面包，喝点咖啡啊。好。根叔啊，你不是说没眼看哦？我现在是用耳朵听啊，可以吗？哎，那姑姑很不要脸呢，这样敢把她的脸这样贴过去耶。哦，没有啦，我的意思是说。姑姑很自信啊，这样就找到商机了。商机？哼，我看呢是伤脑筋才对。喂，老大，你吓死人了！僵尸复活是不是？12点多了还不睡，躲在那边干嘛？我等你喽。哎呀，哇！你提这么多干嘛？哎，你不要乱来啊！这是我特地请的嘞，你知道吗？我师父今天从泰国下来，原本我是想请他做法驱邪的，可是因为他的弟子太多，排不到我，他叫我明天再去哦，所以他先给我这几张符顶一下嘞。哎呀，这些东西花多少钱啊 ？free 的哦，那还差不多嘞。红包随我包88啦。啊？这些东西要88块啊！哎 ，hello， 我师父哦不随便给人的嘞，因为我是他的弟子，他才给我的。哎，你今天电话为什么打不通？没电呐，什么事情？那你告诉我啊，你今天有没有遇到什么不对呢？那怎么呢？你是不是在讲有关于老高请鬼仔作怪的事情啊？没有了，我今天2天都在忙舞台剧的事情，哪有心情管这些啊？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，这叫无中生有，是你心里在作祟，自己吓自己啊！
如果是自己吓自己就好了，我看不是嘞。那你以为什么？鬼仔又作怪啊？鬼是鬼，可是不是鬼仔啊。那是什么鬼啊？冤鬼啦！老狗尿了。你说什么？老狗尿了。你说什么？老狗尿了！哎，你不要开玩笑啊！你看我的样子像不像开玩笑？不像啊！妈的，当然不是开玩笑了。12点多我不会睡觉，跟你开玩笑。哎，爸，讲清楚哎，什么事情？讲清楚，讲清楚。那今天下午我去老高店呢，看见塞公在那边念经哦。他们跟我说啊，前天下午老高回他妈妈家，他的车撞进河里被淹死了嘞。前天下午？那你前天晚上不是见过他吗？对喽，你那天不是看到一个人影像咻就不见了吗？我老伟，我看到肯定是老高嘞！哎呦，所以就可以证明他还没死啊？不是啦，我看他已经变成鬼来找我们了。哎呦，真的被你吓坏了！来，你今天给我带着什么东西？这个佛牌啊，还给你啊！每个人都在笑我。哎，尊重点哦，尊重点哦。哎，我没有吓你嘞。啊，我在储藏室哦，看到老高，是你自己在那边疑神疑鬼啊？是疑神疑鬼就好了，我现在怕他是变成厉鬼来缠我们呢。如果他还活着，我还怕他会来暗算我。可是他现在已经死了，那还怕什么啊？哎呀，他这种变态狂啊，本来就应该死，要不然他还会去害其他女孩子。哎，你做什么？老大，我再跟你confirm最后一遍啊！老高真的死了吗？塞公都念经了，还有假的咩？那我应该啊打电话给阿娇，叫他以后不要再躲躲藏藏啦。我跟你讲，那这种东西啊，你最好按兵不动啊。这种事情还是跟雅喜商量一下才好。哎呦，这佳琪跟雅喜都还没回来嘞，怎样商量？有什么好商量的啊？那我问你，人死还会复活吗？哦，你讲哪？你这样大声，要找你呀！哎呀，明天就可以跟阿娇见面喽。你的精神看起来很差啊，昨晚是不是没睡好？我一整晚都睡不着。早知道这样，我就不打电话给你了。我迟早都会知道的嘛。其实我说句心里的话，他这样子对你，即使死了，你也不用为他这么难过啊。话不可以这么说的。不是吗？他怎么样对你，你自己最清楚了。他把你当成他的私人财产，又不准离开他半步，一不开心都对你拳打脚踢、张口乱咬。好了，不要再说了。其实要不是因为他，哥哥可能就进精神病院了。他对我家还是有恩的。你和他在一起也1年多啦，再大人眼你都爆了嘛。幸亏老天有眼，不能让他和你做那回事情，要不然啊，他简直就是占尽了便宜啊。这个时候你还说这些？哦 ，OK， 不说啦。要不是我，他就不会死了。这又关你什么事啊？他一定是因为我不见了，精神恍惚，才会把车嫁进河里的。那也是他自找的啊！你自己想想看，他怎么对你的？你只是提出跟他说要离婚而已，他就说要你的命。那天幸好有我们救了你，要不然你自己性命都没了。这种人啊，说句不好听的话，就是死有余辜。
他的人都死了，你不要这样说好吗？我忍不住嘛。有些人就是死了之后也不值得去同情的。对不起啊，我又说错话了。你在这里等我一下好吗？我先去给他上炷香，你等我。我跟你一起去，我不放心啊。他的人都不在了，有什么好不放心的？这个时候，我不想给人家讲闲言闲语，你明不明白？好吧，那我在这里等你啊。我表妹，天亮了啊！佳琪，佳琪，什么事啊，大哥？佳琪上班了。那找你一样，你知道吗？老高尿了，尿死了啊！老高死了？啊！老高，你一定是走得很不安心。你母亲年纪大了，又没有人照顾她，身体又不是很好。你弟弟一年只回来一次，你一定是很不放心的妈妈。我在这里跟你上孝立誓，我会好好照顾好老人家，像你照顾我家人一样。我会经常回去看他的。你安心的走吧。哎，有了！车子撞入河，一男子丧命。了，一男子老高喽。事发时，有人见车子与两摩托车相撞，双双掉进河里。警方随后捞起一具尸体，是个年约50的男子。后来在岸边找到一个钱包，里头的证件署名高阿碰。高阿碰，老高死了。不对啊，新闻没说死者是高阿碰啊。什么意思？换句话说，死者也可能是摩托车骑士。50岁，老高也是50岁嘞。这条新闻写得模棱两可，有很多疑点啊。车子与摩托车相撞，为什么只捞起一具尸体？是其中一个掉下去，还是两个都掉下去，只是另外一个没找到？我看啊，还是要证实一下比较保险。不知道嘞。哎，隔壁先讲是老高嘞。你知道巴萨的人都出钱请塞工超度他嘞。我也没说死者不是高阿碰，可能是我的职业病吧。除非有白纸黑字的证明，否则啊，随时都会有变化。再说，你前几天说你看见老高，我才这么怀疑的。哎呦，我看哦，我是看到肮脏的东西嘞。我竟然我很倒霉，接连3打我打翻国币嘞，而且那国币每次都烫到我那个地方哦。我摔倒摔到我屁股开花，更惨的是，我在储藏室里面看到一张脸啊！哎，大哥，你不要吓人啦。说真的，如果你看到肮脏的东西，那还好；要是你看到的不是肮脏的东西，而是真正的老高，那才真的恐怖啊！哎，对哦，你讲的有道理嘞。这死老高拿刀放火放个他就什么都敢来的嘞！哇，他凶起来真的是比鬼还可怕。空气里灰尘模糊了视线，麻木却熟悉的气息正在蔓延。无所谓的脸，一成也不变，放
仿佛生活出现了缺，解不回从前。刹那间，一切变得很荒野，像童话过之间来不及演。一转眼之间，我已无法改变，好像是。